中国代表出席乌克兰危机国际会议，这对俄乌双方意味着什么？中国会改变相关立场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延绍。乌方官员日前证实，由乌克兰及其西方支持者主导的沙特主办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即将在吉达召开。这次会议邀请了30个国家参加，却唯独落下了俄罗斯。而中国宣布参加会议，引发了广泛关注。西方将俄罗斯排除在外，意味着不指望能够达成有切实成果的决议，而让沙特主办，就是为了争取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并为更高规格的全球和平峰会做准备。而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要让俄罗斯变得更加孤立，夺取舆论战的胜利，并且为未来可能展开的和平谈判创造对乌克兰更有利的外部环境。其实西方之所以要沙特主办会议，还是想拉着中国下水，因为在西方看来，中国对俄罗斯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英国路透社、金融时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新闻周刊等外媒表示，中国将是谈判背后的关键。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也表示，中方代表赴会的消息是历史性胜利和超级突破。这次会谈的主题也非常明确，希望就泽连斯基提出的10点和平计划达成共识。其内容包括全面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俄罗斯全面撤军、保护粮食和能源供应、核安全等等。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次会议就是乌克兰拉拢南方国家支持乌克兰的国际盛会。沙特最后会将会议的结果通报给俄罗斯。中国代表李辉出席会议，当然是为了提供自己的一份力量，并将重申中国的正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主张。我们有必要关注这次大会可能带来的后果。首先，国际社会可能会对乌克兰危机形成一些普遍的共识，而且不大可能顾及俄罗斯的诉求。不管是中国、印度、巴西，还是泽连斯基自己提出的和平计划，其实都有一些共识。如果这场大会刻意强调乌克兰领土主权完整为核心的国际共识，要求俄罗斯撤军，必然会对俄方非常不利。其次，中国的平衡立场对俄罗斯来讲非常重要，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改变立场。西方国家必须认识这一点，给俄罗斯施压是一回事，能否解决问题是另外一回事。中国不会跟着美国和西方的节奏走，而是要根据俄乌问题的历史经纬做出独立的判断，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罔顾俄罗斯诉求的国际会议不会获得普京的认可，也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你可以将泽连斯基的主张当成是理想，而中国的平衡立场反而更加接近现实。最后，召开这次大会证明乌克兰仍未看清现实。乌克兰急于组织这次会议，可能是因为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已经失去希望。但是就算30多个国家都支持乌克兰，也无法改变俄军会继续执行特别军事行动。这个现实很残酷，因为战场上得不到的，就算全世界支持你也没有用。当然，从西方强调中国的态度至关重要就能够看出来，这次会议想拉着中国给俄罗斯施压，甚至在中俄之间搞对立、搞分裂。中国给沙特面子，派人去参会，并不代表中国会有新的态度和立场。反而有一点值得注意，中国出席这次会议也增强了中立国家的立场。这次参会的国家除了西方国家，还有非洲的代表、中东的代表、南美的代表，他们是真心拥护和平的，而且愿意倾听中国的意见。这就是外交部所说的理性与积极的声音，这一点跟美国和西方国家不一样。所以中国也可以把这场大会看成是广泛团结朋友、建立统一战线的机会。